正式来吗？正式来。有，我是有线1号，我是无线1号，无线1号，我是无线2号。好，麦克风测试成功。那今天这一支要介绍夏天的风味吗？这一支应该算 Deepty 的经典香。哦，经典香。对，怎么说是经典香？来，这个是34号34支水，对，淡香水。对，对吧但汁水，因为34号呢 ，Deepty 他们家34号有3种，一个是34支水，一个是34号淡香水，对，一个是34号淡香精。哦，那我们今天要试的是34支水。那它分别有什么差别？可以从瓶身帮我们解说一下吗？来，这个要打开来看。哦，它是从侧边打开的。对，因为有朋友买回去一直开上面，说啊，我刚刚也是开很久，打不开。对，这是侧边开的。它很特别，它是从侧边，而且它的那个盒子上有不同的图案。哦，很漂亮。有点像变形虫的图案，有点。这样。哦，这是白盖的。白盖的。对。白盖。而且它这一个吸管是特别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最早起家是蜡烛起家，所以你看他把它最经典的香水是用成这个竹芯的感觉，这个是它特色的地方。对，那这个34支水它是白盖，对，淡香精是黑盖，对不对？这淡香精是黑盖。好，淡香水都是白盖，淡香水都是白盖，对，OK， 好，来试它的味道。那为什么它叫34支水？好，它呢就是他们家 Deepty， 就是每个牌子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号码，有没有？哦，对，就是它的308号2楼嘛，对不对？对，然后什么就是康朋街几号之类的，对。然后它这个就是他们 Deepty 他们的总公司在门牌号码。日耳曼大道上的34号，对，所以这支就是它就是圣日耳曼34号，34，对，而且它又是支水，表示这是它的什么 signature 招牌支水啊，对，它的招牌菜，对，我们先闻，对，支水它通常可能就是指它是比较清新的啦，它比较清新，对，所以它小册里是画它的精品店啦。那我们来看它的画册，对，因为很多人不一定会买，但是可以让你欣赏一下精品店里面会挂的那些。哇，它画得很好哎，那种版画之类的。我想要买一本回去画。不错哦，借你啊，借你。我觉得那盒子也很美。对啊，你看这样摆设就是他店里的感觉。它盒子上那个，我在想是不是他店里面的吊饰。我觉得我画应该不会输他呢。你可以试试看。你再拿来。你画的风格跟他那个风格有点像，因为我手会抖嘛。用给大家。你画的风格跟这个风格是真的蛮像的。好，试试看。我们来直接来试喽。来。我刚刚是这边，是这里。我刚刚是左手，现在是右手。啊，西方。好的。OK， 好。哦，舒服哦。现在是什么感觉？你先说。清爽的雪松香，我觉得清爽的，然后木质香，对，然后就是它也是属于那种综合香味、空间感的，对，因为它其实这一支它就是想要强调，就是你走进 Deepty 家香水，对，闻到他们那种店面里面的综合闻到的味道，对，因为我一进去闻到蜡烛的味道，就都很多种哈。他说就是因为那个乳香会让你觉得像蜡烛那个辣的味道。很香很舒服。他说他就是要展现圣日耳曼大道上的香气。哇，就是他主要是他们店里面。我是不知道圣日耳曼大道上是怎样，可是就是如果你会不会就是像电影里面演的，就是会有树，阳光洒下，那个街道整个看起来的。对，然后汁水尤其是更明亮一点的味道。对，但我觉得它有点绿感。有，我觉得他有闻到，我们每次都把这个绿感有点像那个什么芭乐叶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比较
通俗化的说法。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街道这个林荫大道，所以才会有绿感、绿叶的感觉。对，香，我连松鼠都闻到了。松鼠什么味道？没有，他闻到松鼠在跑的味道。对，松鼠在跑的味道。我们是请你要不要试？朋友试一下，要不要来试一下3、4支水？刚开的哦，3、4支。刚开，手来，舒服哦，来试一下3、4支水。好舒服哦，很适合夏天。对，非常非常舒服，就很像你那个水喷出来也很多。对，街道林荫大道，对，会有这个中间的那个什么分隔岛或者是什么，它分隔岛可能也是地毯，对，是草作为这样让我觉得我好像躺在华山大草原上翻滚。对，他最近没怎么除草最近才刚下过雨，最近应该不会闻到绿的，最近会有潮湿。给新朋友说说看，你现在闻到什么感觉？有的乳香越来越明显。就是一股很清新的感觉，对，很清新。对，那你之前有没有买过它的蜡烛之类的？那个是 Diptyque 吗？对，蜡烛吗？没有，我只买过玫瑰之水。玫瑰之水。对。那我跟你讲，这一支很厉害。我觉得这支玫瑰之水好。我更喜欢这支，对。他们觉得他可以这一支出了这么多种，真的，然后还出限量版，还出蜡烛，还出汽车方向，对啊，很适合夏天了。对，很适合夏天哦，对，非常。对我们现场朋友也说很适合夏天的带熏胎调的木质香。OK，对，就带一点绿感，然后又有那种花香，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啦，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么明显。是，但是它又有柑橘调的清新在里面。对，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支名字被娇兰有一支花草水语取名取掉了，不然我觉得这一支就是非常花草，它更花草水语。对，连松鼠都闻到了，鸟叫我都闻到。绿，然后花，然后树的那种氛围感，是，然后。水，对，我都觉得种元素都有。野餐，在草原上，对，野餐。那我问一下新朋友，那这一支如果是穿在身上，你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你会用这一支？我是很想野餐，我现在每一支都想去野餐。对啊，山里面玩的时候。因为对，而且是要那种有很多树，然后山里面，然后可以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比如说野餐啊，就刚刚讲那样子，然后就觉得，这片森林怎么特别香？对。那穿着呢？穿着你有什么建议？穿着的话，我会搭绿色小洋装之类的，碎花小洋装。碎花小洋装，对，很相当具体。对啊。那我的建议是，那个要穿长袖，有点小黑纹有一点多。王美不在乎这个，国外没有小黑纹，国外没有小黑纹，好，OK， 好，那 Cindy， 你这一支味道，你会建议在什么样的场合跟穿着？我觉得这个平常像我刚刚就觉得说，这支我可以把它就是可以马上就给它买下来，然后夏天的时候都可以，每天都可以泡，无时无刻都可以喷它，然后上班也可以，下班。去吃饭啊，逛街都可以。其实这一支我老讲，我是之前舍不得开啊，因为进来多少就出多少，你知道吗？对，没打开一瓶，其实对我就是损失。这个也是刚刚从仓库搬回来，然后对，才刚到那快来一下。他们建议我说要录影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都直接进来就直接出掉了。对，就被知道的马上买走了。对，那我一个朋友，他是在我们直播买了那个汽车芳香剂，然后他问我说。很香，哥，这个是白盖还是黑盖的？我说，事实上这个它介于白盖跟黑盖之间，好像没有特别是偏黑盖或白盖。你说芳香剂吧？对，芳香剂没有。对，那他自己上光阳茶也确实是这样，就没有特别。那他说，那不然你手边先我说有白的，好，那我先买白的好，我受不了，我很喜欢这个味道，我现在工作压力很大，我需要这个让我心情清新一下，对不对？是，他就直接买回去。OK， 结果买了之后，隔不到3天。黑盖来了，他说：“你立刻再帮我加入购物车，黑盖我也要。”所以这一支3、4支水真的。那我们期待他跟我们讲说，是比较像的一个味道。对，因为我们没有，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对，那个
扩香，放车内扩香那个味道是哪一种？好，那学姐你会怎么样的穿着，在什么样的场合嘞？我觉得它无时无刻喷都可以。对，我就是野餐的时候会想带着它，是出去户外玩的时候我会想穿它。但是我如果想在家里头想要让家里头氛围轻松愉快的时候，我也想要喷它。OK，因为它那个前面那个绿感，它前面的黑醋栗不知道为什么有柠檬佛手柑的感觉，有，对不对？有黑醋栗，所以我觉得这种香调就是对压力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一下。对。那如果我以男生的角度，我觉得今天我跟我一个最近想要追求的女生对象出去的话我就会喷这一支。男生也可以喷。对，因为我要让他觉得说，我非常的阳光，我非常的大自然对。而且男生喷这一支，对女生绝对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很干净，对，然后又不突兀，是连我的长发他都突然觉得飘逸了起来，这样。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待会回头再来讲后调，好不好？再见，拜拜，拜拜，这一支很赞，棒，近期拍的，我觉得这一支最赞，棒，拜拜。强棒三世之水回来了，是，对，学姐想要赶快举手抢答了，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它为什么会是三世之水叫经典，因为它集合了它每一支香水的香气在它的香水里。对啊，因为我有闻到浆果的味道啊，然后你有希腊无花果的感觉。你有杜桑的感觉，你有玫瑰之水的感觉在里面，你有天竺葵跟尤加利的感觉，就是那什么艾维尔啊什么的。我觉得它这个是它的集合，它所有香味综合起来的精华。电香啊，他就说它这是它的电香，就很像你的招牌便当，就是排骨一块，鸡腿半片，对不对？然后什么？是这样没错。没有啊，就很像你走进，好像怪怪的。这个形容比较通俗了哈。对，就应该就是因为你去他的店里会试他每一支香水之后，它空气里综合的那个味道。对，就是都有。然后，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是闻得非常仔细，然后去拆解它嘛？对。但是你就是喷在身上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好闻。对。然后你不会特别觉得说它是什么味道，但它就是 Diptyque 家的香味。对，然后你隐约又觉得有每一支的影子在里面。对，因为你要想象一下，他们是蜡烛起家，所以你一进去，每一个蜡烛它是不是都裸瓶摆在那边，对不对？对啊。那每一个像浆果，我跟你讲，浆果不用烧你摆在那边就很香了，对不对？对。那你一进去，一些浆果，然后又无花果什么，就全部蜡烛摆在那边，刚刚。我们这三支水一喷下去，其实就是这个空间感的味道。对，就是非常很多种什么，我们有闻到天竺葵啊，然后无花果的香气啊，然后黑醋栗就是浆果的部分，就是黑醋栗隐中的味道。对，隐中的黑醋栗，然后杜桑、晚香玉都有。对，杜桑也有。是，好，然后还有尤加利。现在后调在你们身上形容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Cindy 先好了。好，我的味道呢，它还是很清新舒服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很清爽到你闻不到，然后是这样，我还是有点，应该是说它有那种有一个味道是让你闻了有一份振奋、精神的那一种香气在里面。然后它也不是闻起来也不是花香，然后到后面已经就是。花香跟木质调就是都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的感觉，非常好闻。OK， 那学姐呢？现在后调在你身上怎么样的呈现？杜桑跟尤加利一直穿透在木质跟花香里面。所以会就像心里讲的，它不是，它会。让你忍不住想闻它，因为它有一个一直跳出来的感觉，是，然后是会让你有精神的。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尤加利吧，应该也有，它有一点凉，不是那种对，是让你精神一振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它很舒服啦，是，我就觉得从刚开始到中段到后面，现在你就会闻到不同香味一直穿插在这里面，可它又对啊，很协调。和谐的融合在一起，在这一支香水里面，所以你会觉得整个味道很舒服。是 OK， 好，那怡芳呢？怡芳觉得这一支后调现在在你身上呈现什么感觉？
我应该没有办法像他们讲那么好，但是我有闻到一股淡淡的芭乐味，然后就觉得好想吃芭乐哦，吃芭乐，对，讲得很好，很新鲜事实上的绿感确实是叶子的味道，就是它而且芭乐的叶子味道也都有哦。对，是。好，那我其实学姐解析的比较深入哦，也相当到位。那我可能形容的是一个想象，我觉得这个很像从德国新天鹅堡。没去过。冬天的时候哦，德国的新天鹅堡，因为它比较高一点，那在半山腰啦。那很多明信片，你回头看半山腰拍的城堡，应该就是新天鹅堡了。就是有覆盖白雪的那个城堡。对。哦。那我觉得就是刚刚学姐讲的这个冷空气的凉感。那这很像住在城堡里面的公主，刚洗完澡之后，包着，因为刚洗完头发，要包着白色头巾嘛，对不对？要穿着白色的这个包着这个白色浴袍。对。那缓缓走出来。因为你身上洗完澡热热的，可是外面空气新天鹅堡冷冷的冷空气，然后你身上暖暖的，那就会散发出这个味道，就是刚洗完澡，女生包的头，然后走出来的那个，一切都是干净如新的味道，非常干净，而且那个你知道头发湿还没有干的时候，会有一个发香，你知道吗？带着湿气的发香。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味道。而且是洗完澡非常干净，白色的头巾跟白色的这个怎么样，就是围巾嘛，对不对？我的感觉想象是这样子啦。特别指定新天鹅堡啦。非常舒服。是 OK， 来，那 Cindy 会给他几分？9.5。9.5。好，为什么给他9.5？我大概就是用我会不会买它来，不是就很喜欢。然后它的味道就是我觉得不管任何时间都很适合。是。然后喷了之后就是会心情很愉悦，对，开心这样。同意。对。好，9.5。来，学姐，你会给他？哦，你也9.5。因为我觉得调香师有把他要呈现的那个精神。调在香水有完整的呈现出来，它就是要告诉你，这就是我圣日耳曼大道上34号 Diptyque 给你的香气。是，你走进我的店里就是这个氛围。OK，所以你可以在这支香水里闻到我所有的作品的影子，就是它等于它的代表作嘛。你即便你走进来不知道买任何一样东西，你至少会把它带走，对，没错，至少会把它带走。是，它就是要告诉你，这就是我的精神。同意。我觉得它有做到，然后再来就是，它又让这一支香水真的是实穿实用。你不管是要喷在空气里，要喷在你的身上，它都是一个舒服的香气。对，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香味。是，好，那我们听听宜芳。宜芳没有跟我们套过了哦，来听听，你会给他临时被我们抓0到10分，给他几分？夏天9.5，冬天我可能会稍微减一下，对，但是夏天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夏天。宜芳还蛮到位的哦，对啊，他告诉你以季节来给他评分，是，好，这一支确实适合夏天，对，那你刚刚是9.5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一支一开始我直接给他10分了。哇！它的一开头，因为那个味道实在是，我连松鼠的味道都闻到了。对，你连松鼠的味道都闻到了。那但是后调我就没有那么惊艳了，但是它也是好闻的。好，那后调我给它扣0.1分这样。所以是99.9分。我们刚刚不是赶快吗？对啊，满分是9，不可以用吗？好，我觉得是9.9分。那插在后面，它就没有让我，因为一开始的开头让你太惊艳。哇，我觉得近期以来，我觉得拍过最好、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一支了。对，好，那它的后调其实也是很美的哦，就是我就觉得是这样，在天鹅堡刚洗完澡的这个感觉啊，那只是没有前调这样子的，很多香材全部啵冒出来那种感觉，对，只差在这边。那但是整体来说，我给它评价非常的高，难怪它是镇店之宝，真的哦。对，好，那这一支我们也是很难得拆一支，而且放在现场，你要不要让他们听一下瓶盖？哦，好，这瓶盖实在是磁吸的。磁吸，你应该在你麦克风加个铃声。它实在是加的太好听了。
哇，对，而且就是它的很像香膏哎哈，对，就是它的香膏跟香香片就是长这样。对，那我甚至觉得，如果你有印尼的话，2楼挂号，对，就 OK， 好吧，我们做个308号，308号这么大一个，OK。好，还说胸大 K 哦，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了哈。那这一支摆在这边给大家试想一下。哦，真的太好了。那期待你们会喜欢为你准备的菜。OK，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哦。好，谢谢一方，谢谢，谢谢，下回见，拜拜，拜拜。